爸爸，你怎么看美股和港股在2024年的走势呢？2024年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这一年当中，股票市场会大起大落，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来预测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什么样，让我们可以更快的、更灵活的去反应，把握股票市场上升的机会和避开股灾。今天干货满满，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咯。我们投资股票要考虑的其实是个周期。2024年有3大周期到达了转折点。那上一次给大家探讨过经济的周期，美国的经济软着陆、硬着陆会对股票市场有什么影响？在信贷的周期也分析过，美国降息什么时候降，其实背后带着什么信息，我们作为投资应该怎么去反应。今天再给大家弥补一下剩余的几个因素，做一个美股港股大胆的预测。那2024年会是美国的选举年，拜登总统的政府会想继续的用财政赤字大兴土木来振兴经济，使到失业率维持低位， GDP 发展迅速。所以2024年不完全是一个经济的考量，还有更重要的政治的考量。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跌了眼睛，预测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到现在还没来，其实是拜登政府过去几年也利用了财政的赤字去搞基建和鼓励一些新兴的产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共和党也会利用种种的方法去阻挡拜登政府这样做，因为只要经济一不好，总统连任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特朗普当时候他是名望还是很高的，领先拜登政府的，就是一个新冠疫情带来了经济的衰退，使到特朗普连任失败。所以其实现在共和党和特朗普是希望美国的经济开始出问题，甚至硬着陆。我们要密切留意美国的国会对拜登政府的种种开支预算有没有通过，还是阻挡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现在社交媒体多了，因为美股的受众群体更多了，所以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去参与美股市场。就拿我们来做个例子，如果我们只是说港股的话，可能我们的观众只会很少，所以呢，我们也随之而然的会讨论美股。而香港在讨论，台湾也在讨论，新加坡也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都在讨论美股。那美股现在就越来越多的股民在参与，这也导致了全世界的股民都在追捧一些美国的明星股，这些明星股本身它的估值也是很贵，而它也是可以做到越来越贵的情况。相反，全世界的其他市场，比如说港股，虽然它本身的内在价值相对股价而言非常便宜，但是因为这些资金远离了港股，去了美股的市场，所以也导致了这些股票虽然很便宜，但是它们也可以越来越便宜。这个时代的改变使到我们如果只用基本分析来做预测的话，会有误差。因为基本分析只是看一个股票市场一个企业的内在价值和它的股价来做一个比较，股价贵了就要卖，股价便宜了就值得去买，而忽略了明天这个股价会不会更贵或者更便宜，这个资金是往哪里去。那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普遍的现象来解释为什么股票市场是这样不理性的，这个就叫自我实现的预言。举个例子，如果我觉得美股很便宜，我去买美股，因为我的资金买了美股，美股是不是涨了？然后我就很开心，告诉身边的人，美股值得投资啊，你们也来投资啊，明年我是看好美股的。那大家相信了，一起去买美股的时候，这个时候资金会把美股推到更高，大家都做了股神，告诉身边还没有买美股的人，你看美股就是好的，永远都会涨的。然后更多的人相信了，把他们的资金去买美股了，美股
这个时候是更加的高了，那些明星的股又创了新高了，还有那些没有买的人开始后悔了，有 fear of missing out 了，他们把资金也开始去追美股，特别是那些明星股，这个时候这些明星股和其他的美股又会涨得更加的高，这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相反来说，当投资者和他们的资金离开了其他的股票市场，举个例子，香港的股票市场，这个时候香港的股票会跌，那些还持有香港股票的人心里就很不爽了，特别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你快点远离港股去买美股吧，越迟放弃港股去买美股的，到最后看着手里的香港股票越来越低了，旁边的小王小李买了美股越买越开心了，最终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港股去追美股，香港的股票也是便宜了，可以再便宜再便宜再便宜。那社交媒体的兴起，全世界的资金一体化的流动增加了这个波动，但是科技是改变了人的行为，人的性格还是一样。Oh, I see. 早在1912年，有一位 Seldom 的学者就已经总结了市场情绪的周期。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市场周期里面，不同投资者的种种情绪，大家来看一下，到底美股现在在这一个情绪的周期当中到了哪里，港股又在情绪的周期当中到了哪里。我也欢迎在其他地区的网友也看一下你的本地市场、虚拟货币、债券、房地产投资者的情绪在哪里，欢迎大家留言，我们来一起探讨。那我们看到在市场不断上升的时候，大家开始乐观了，觉得这次的牛市是真的了，然后继续下去不断的涨，那这个乐观的情绪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放更多的资金，牛市维持了一段长的时间之后，大家就开始相信美股永远会涨的， S&P 500永远会涨的，股票市场长远还是涨的，跌的时候就是捞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 dollar cost averaging 买吧。这个时候大家越来越多的资金放进去了，结果股票市场真的涨咯，大家开始很兴奋了 thrill， 你看我告诉你了，我现在开始要买多一点了，我会借钱去买了，不光这样，我还会告诉身边的人要买美股啊，美股是不会跌的，这7个股票一定会涨的，长远会涨的，我们借钱去买吧。结果真的这7个股票又涨了，美股又涨了，这个时候到达了一个亢奋的时候了，你看我就是新一代的股神了，我们全部都会财务自由了，不用再打工了，股票市场是不会跌的。在这个亢奋的 euphoria 的时代里面，就算知道泡沫以后会爆破，那是以后的事情啦，我现在这个派对还不舍得走啊，我还要赚多一点啊。大家觉得现在的美股到了哪一个阶段呢？我们再看一看，在香港的市场里面，很多的投资者已经开始焦虑了 anxiety， 为什么这个调整比预期的要多啊？然后开始恐慌了 panic shit， 每个人都在卖啊，珍惜生命啊，远离港股啊，越早走越好啊，走了之后你看港股就是垃圾，没有希望了，剩下那些人没办法，最终也是投降了 capitulation， 我离开港股吧，再也不看港股了，以后再也不回来啦。到最后还没走的那些人最终有愤怒，谁做空了港股啊？为什么这个政府又打压了？为什么这个政府没做这个没做那一个，让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觉得现在的港股是到了哪一个阶段呢？著名投资者索罗斯就是看到了这个现象，提出了 boom and bust 泡沫的理论。一个资产的价格就是因为在涨的时候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追捧，使到这个价格会越来越高，形成一个泡沫。然而所有的泡沫都会有一天被刺破，可能就是那些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把这个泡沫刺破。那一旦泡沫被刺破，又会发生人踏人的崩盘的事件。在这个
个时候因为大家恐惧的心理，再加上刚才有说过自我实现的预言，一般来说又使到那一个资产的价格是过于的低廉，直到所有的投资者都失去了信心，到达了 maximum pessimism 最大悲观的时候。虽然科技的改变使到我们全世界的人的资金去追逐同一个市场，使到资产价格的波动是更厉害，但是不变的还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 Oh my god！ 所以股神邓普顿有说，最好的买股票的市场是在整个股票市场是绝对的悲观的时候，但是大家买了也不要期待它马上会涨，因为股票市场涨是需要资金进来的。早期买的这些钱我们叫 smart money， 买了的话一定需要很大的耐心，直到机构投资者开始进来的时候，股票市场才会有起色。而许多的散户所犯的错误就是，当股票市场渐渐的开始反弹了有起色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记忆还是之前的不断的下跌，跌了好惨的时候，所以他们一旦看到股票市场反弹了一点了，特别是到了他们买入的成本价了，解套了，他们就很急的去卖掉离场，卖掉之后就看着他们卖掉的股票渐渐的越涨越多，越来越后悔。所以呢，我们来预测一个股票市场的话，一定要用3个不同的维度 FTP。F 就是 fundamentals， 经济了、利息了和现在股票市场的 valuation 估值都是这个基本的考虑。那 P 就是 psychology， 我们要看到人的贪婪的情绪和悲观的情绪可以把股价越推越高，贵了可以更贵，同样的便宜的时候可以更便宜。最终最直接影响股票或者任何资产价格的就是资金的流动。我们会在下一次教大家如何用技术分析去看资金的流动。那我们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在做这个大胆的预测之前，再提醒大家一下，预测不代表它一定会发生。那为什么要做预测呢？就是让我们更快的、更灵活的去做反应。如果股灾来的话，我们更快的离场；如果是机会来的话，看到资金回来的话，我们是更快的、更大胆的去捞底，去把握机会。所以我们每一次做预测的时候，也是教大家要如何去看、去做判断，就是因为市场不断的在改变，我们预测的是大方向，给了大家工具之后，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更快、更灵活的去反应。所以记得千万不要因为以前的预测而阻挡了以后灵活的反应。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七爸爸你不是看好这只吗？七爸爸你不是不看好这一只吗？所有的预测都是一个时间点，当时间往前推，事情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预测是让我们更灵活的去做改变。那有了这一个前提，我们来大胆的预测一下美股、港股，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做你关心的资产的市场。那相对美股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美股，而且整个投资的情绪还是乐观的，但是没有到过度的杠杆这一个阶段。所以在2024年开头的时候，大家还会憧憬降息、选举这几个利好的因素，而这个时候经济放缓甚至硬着陆还没有发生，所以普遍来说股票市场是乐观的，可以把美股推到更高，直到一些不利好的因素开始浮现在投资者的关注点里面，比如说经济放缓啦、硬着陆啦，或者通胀又失控啦。那看回港股的话，虽然现在港股真的是很便宜，可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股票市场，而且在港股当中虽然不是所有都值得投资的，但是只要我们做一下研究的话，还有很多非常好的股票真的是超值，值得作为长期的投资者去投资的。但是整体来说，在2024年开始的时候，除了有短期的因为过度抛售而产生的反弹之外，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想买的人还在等它更低的时候去买，已经买的人被套住了，还有更多的人看着美股很好，最终会放弃港股去追美股，所以资金会越来越少，整个水位往下的时候，任何股票的价格往下跌的机会要比往上涨的要多，所以中短线的炒股票的朋友要考虑这几点了。Oh, I see. 今天这个影片我们探讨了整体美股和港股市场的大方向。那到底美股什么时候会调整呢？或者是港股什么时候会见底回升呢？我们会在下个影片教大家几个技术分析的工具，帮助大家更容易的去捕捉机会。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请你们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期再见。